我们都被骗了，阎王爷根本不是阴间的老大，他也只是一个打工仔。而且史书记载，阎王爷的原型也不是我们以为的包拯。那阎王爷的真实来历到底是什么？阴曹地府的真正老大又是谁呢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阎王可不是一出生就自动成了阎王，这也是说阎王这一职位本身不是世袭制的。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，阎王的前身应该是隋朝时期一个名叫韩擒虎的人。这个人的身份也不算多差，是个很有本事的将军。早年间因为徒手打死了一头猛虎，因而从韩擒豹改名为韩擒虎。试想一下，世间能徒手打死猛虎的人又有几个？因此一身好本领的韩擒虎很快也凭借自己的一身本领进入了军队，成了一马当先的人物，立下了许多的功绩。可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些功绩还是没法消除韩擒虎的一个致命的问题，那就是长相过于凶狠。据说正常人见到韩擒虎的样貌总是要觉得阴风阵阵，心虚的人一看到他就更觉得自己做错的事被发现了。好家伙，感情长成这样的韩擒虎还真是一个天然的审讯好手。最开始韩擒虎的长相确实给他带来了好处，在一场与突厥使者会谈的宴会上，当时的突厥使者为了吓唬一下这个隋文帝，特地找来了长相极为凶狠的人来扮作自己。隋文帝见此状况，就喊上韩擒虎来给自己作陪。在宴会上，隋文帝大加赞赏韩擒虎，说就是他一举拿下了当时蔑视自己的陈国天子。这话在突厥使者看来显然是一种威胁，于是他就顺着隋文帝的目光看向了韩擒虎，结果果然被吓住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自此之后，韩擒虎长相凶恶的消息彻底传开了。没过多久，人们就在他的府邸发现了许多士兵正在围着大门，有好奇的人就主动询问，这才知道这些士兵是来迎接阎王的，在韩擒虎的家门口来迎接阎王，这意思不就是要韩擒虎死的意思吗？大家也不敢乱猜测，毕竟没人懂政治格局。又过了没多久，就有一群将军穿戴模样的人也找到了韩擒虎，说自己是阎王的手下。当时韩府的下人一听这话，只觉得瑟瑟发抖，刚想为自己的主人申辩，却没想到韩擒虎自己走了出来，大方承认自己死后就是阎王。果然在这群将军来后没几天，韩擒虎就病死了。于是人们这才确信韩擒虎的确是去做阎王去了，不然怎么如此精确地知道自己的死期呢？当然，民间也有人对这一说法保持着不同的见解。一些人认为阎王的前身应该是包拯，但事实上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，最早提及阎王的历史文献就是《隋书》关于韩擒虎的记载。阎王要你3经死，岂会留你到5经？可阎王爷作为冥界的主宰，在《西游记》原著中为何故意不阻止孙悟空划掉生死簿？阎王与我们以为的根本不一样。或许是出于对生老病死的冷漠，阎王在人们眼中的形象总是一个冷面的存在。可实际上的阎王却比人们想象中的更有情有义一点。在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中，阎王就是助力2人爱情的存在。众所周知，白娘子是一条修炼1000年的蛇妖。端午节到来，许仙按照传统惯例带来了些许雄黄酒，打算与自己的爱人一道饮下。人类饮下雄黄酒当然没什么关系，可白娘子却不行。可没办法，为了不让自己在许仙面前露馅，白娘子只好硬着头皮喝下，结果就是现出了蛇的原形，把许仙直接吓死了。眼看着许仙的身体逐渐的失去温度，白娘子也是很害怕，但寻找解药已经来不及，只好冒险前往冥界一趟，去找阎王求求情。阎王听完白娘子的描述，也不慌不忙的喊手下拿来生死本，结果还真发现这许仙阳寿未尽，不该这个时候死去。于是阎王什么话都没有多说，就喊手下将许仙的灵魂给送了回去。这要换做别的人物，谁会搭理白娘子这一番操作呢？不难看出，在这里的阎王其实是非常讲道理的，绝不乱夺任何一个无辜者的性命。除此之外，《西游记》中的阎王形象也是非常有趣的，甚至偶尔还让人看到了打工人的无奈。回想一下大圣最初学成回到花果山的场景，当他身边的小猴子被阎王锁了魂魄走，当他自己也在冥冥之中走进了地府之后，大圣的第一反应就是勾去生死本的姓名。阎王碍于保全自己的前提，一脸无奈地看着大圣的这番操作。要不是后来龙王们拉着他上天庭给玉皇大帝告状，你也很难说阎王是不是会主动向上级坦白此事。或许在当时的状况下，阎王的确能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性所带来的种种困境，因而才懒得阻止大圣这番胡来。当然，
如果大圣要把生死簿上所有人的性命都划去的话，那么阎王绝不可能表现出一副唯唯诺诺的表情。毕竟谁都知道，生死簿上记载的是生命的寿命，那么但凡拿到它，就能主宰所有人的生命。这也是说，其实阎王应当是有大招的，但只是没有针对大圣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《西游记》中，阎王的存在并没有像其他的神那般惹人讨厌，反而多了些许的人情味儿。我们都错了，阎王爷并不是地府中最恐怖的存在，他也不是地府真正的老大。地府4大势力，阎王爷并不是最牛的那一个。你知道这4大势力分别是谁吗？事实上，在整个冥界系统中，阎王只是一个处在高位的管理人员，真正负责系统运行的人并不是他。佛教曾经专门解释了这个地府系统。据佛门的说法，冥界有一个能力强大的办事机构，它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地藏王菩萨。那么这个办事处主要办的都是什么事情呢？佛教认为，人还活着的时候是需要修行成为佛陀的，那么死后的魂魄也需要进行修行。这个修行的场所就是冥界中的办事处。既然有魂魄需要修行，那就少不了来个佛担任引导这些魂魄修行的任务。这个人就是地藏王菩萨。但是光有这么个佛引导还是不够，毕竟人在修行之外还需要吃喝拉撒等一系列的事物，魂魄也是如此。因此佛教就派出了阎王来负责修行之外的一切闲杂事务。用现代人的观念来说，就是地藏王菩萨专攻宗教教学，阎王专门负责行政事务，双方分工非常明确，互不干扰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一个明事理的存在，于是判官就出现了。判官的主要职责是断案。怎么断案呢？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在生前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但是阳寿非常短，那么判官就会酌情给这个人加点阳寿，让他回到人间享享福去。如果一个人在生前无恶不作，阳寿又尤其之高的话，那么判官就会罚他在冥界劳作，以弥补生前的过错。判官写出判罚状之后，就等着执法人员，也就是钟馗来执法了。由于在这一过程中，不少恶鬼会惧怕冥界那些严峻的刑罚，因而会出现逃逸的现象。那么执法人员，也就是钟馗，就要负责把他们一一抓回来。不难看出，在佛教看来，整个冥界系统还是主打的一个公平原则，其内部的操作也远比人们想象中的复杂。这也就意味着，阎王虽然作为冥界的行政长官，但他的权力也不是一家独大的，而是与整个系统相互作用、相互推进的。在这个系统面前，阎王所能做的事情也不算太多，但也不算太少。在冥界之中，人过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会受到审判的。这也正是验证了一句古话，那就是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而这也正是佛家想要传达的一个重要思想，也就是善恶终有报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